林子，账做的怎么样了？为了融资上市，赵厚德指使我篡改财务报表，欺骗投资人，我坚守原则，多次拒绝他。抱歉，违法的事我做不了。让你做个账，还推三阻四的，不做就滚！你明天不用来了。要我说，财务就不应该让外人当，还是自家人靠得住。王美娟是赵厚德的小姨子，高中肄业，没有工作经验，靠着和赵厚德的暧昧关系和绝对服从，成了他的心腹。我没有理会王美娟，看向赵厚德，他却表现得极其无奈。林子，刚毕业的时候你没工作，我能看在情分上收留你，但现在公司做大了，财务总监这个位置你坐不稳。听到这个说法，我只觉得好笑。我毕业于顶尖高校的金融系，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，却来到这家初创小公司。我来的时候，厚德的财务是一笔烂账，全靠着我不眠不休，一点点梳理清楚，搭建财务体系。这些年财务、税务、法务，我一把抓，每一轮融资资料都是我精心准备的。我坐不稳这个位置，难道王美娟能？我知道她不过是想借题发挥，如果能在上市前赶走我，她就不用给我股份了。好，我走。这些年多谢德哥照顾了。他似乎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快，满脸惊喜地拿出一份离职合同，上面的签名和日期都是一早填好的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我也不勉强留你。你是主动离职的，按理说没有补偿，但这3000块钱算是我个人给你的。如今我明白了，我们从小到大的兄弟情谊只值3000块。我收下了钱，在离职声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我们的情分也到此为止。我回到自己的工位，开始收拾东西。黑了一角的显示器被手指盘到温润的键盘，见证了我这3年光阴。当年赵厚德创业缺少资金，买不起办公设备，这些都是我自费购买的。那时他说：“对不住了，林子，你放心，等有钱我给你报销，不会让你吃亏。”就连这句承诺他也没有兑现。你别把公司的东西拿走了，尤其是公司资料，那都是机密。你放心，不是我的东西我不会拿走。你说没有就没有。保安，给我搜，别让他带走不该带的东西。我没想到王美娟竟然会如此羞辱我。林子，别介意，这就是走个流程。没有问题。算你识相。我不再理会他们在背后的嘲笑，转身走出公司，回到我的出租房。床底下最深处有一个尘封已久的纸箱，是报考经管办的复习资料。其实3年前，我本已通过经管办的笔试，为了帮助赵厚德创业，才选择放弃面试。那时的我坚信他说的话。林子，只要你我联手，不出5年，咱们就能从白手起家到财务自由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可现在，赵厚德将我辞职的事发在朋友圈，到处造谣是我工作失误。看来他对我怀恨在心，他想彻底毁了我的事业。我不想争辩，放下手机，翻开书本，证券、期货、发行，里面的每个字都无比熟悉，一条条法规，一道道公式，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。这些年的实务历练，让我对这些知识理解更深。如今是时候回到我自己的道路上了。我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诡异的平静，因为我知道没了我，他们的财务系统很快就会瘫痪。林子，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，有事吗？我就说找工作不容易吧，正好美娟现在还缺个助理，我给她推荐了你，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。哎，兄弟一场，我不想看你失业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不必了，我不会回去。大林啊，工作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不行，还是我求求人，让你去考银行吧。工资不多，至少稳定。爸妈，你们别担心。我们能不担心吗？你什么都不和我们说，这事儿还是你赵叔告诉我们的。你忙起来几个月都不回家，你妈天天胡思乱想，你这孩子。爸爸拍了拍妈妈的肩膀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你先拿着花，不够跟妈说。
为了维持生计，我在附近找了个咖啡店的兼职，却没想到……钱总，这边。赵总，咱们上个月的业务增长是多少来着？啊，这个增长是赵总，怎么连公司的业务数据都不记得了？钱总是顶级资本的投资总监，也是厚德科技的投资人，此前一直由我对接。我知道钱总是个专业且敬业的投资人，厚德科技也是他投入了很多心血和资金的项目。此刻我不想看他被蒙在鼓里，平白损失。借着送咖啡的机会，我走过去。同比增长17%，环比增长138%。这些数据我每天都打交道，此时条件反射般脱口而出：李总监，怎么在此屈就啊？脑力工作做久了，正好休息休息。我们要聊机密，你别来偷听。我回到柜台，却依然能从钱总的眉毛里看出他的不满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离开的时候，钱总说，高管团队稳定性也是投资评估的重要一项。嗨，钱总，我偷偷和您说，其实是他泄露了公司机密给对手，我这才把他开了。你被客人投诉了，这几天的工资扣光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赵厚德利用人脉，将他编造的谣言散播的到处都是。你们可一定别被他骗了。小李啊，他泄露公司机密，是我好心才没把他送进去。赵总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导致我进入行业黑名单，投出去的所有简历都石沉大海。我又找到一份在酒吧的兼职，每天晚上7点上班，工作到凌晨。凌晨回家后，我只睡上几个小时就爬起来学习，困了就喝咖啡，饿了就吃泡面。因为疲惫和缺觉，我的黑眼圈越来越重，看上去就像是游荡的孤魂野鬼。再加上昼伏夜出的作息，很快邻居中传起了风言风语。季青青也没有正经工作，天天大晚上往外面跑。而且你看他那虚的样，怕不是吸那个了？真的吗？那我们快离他远点，都说吸的人有传染病，我可不想和这种人当邻居。我们去找物业。很快，房东就找上门来让我搬走。小李，邻居们意见太大，我也没办法。押金我退给你，尽快搬走吧。我没有争辩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刚好为了节约开支，我也要搬到更省钱的房子。小城市的流言总是传得很快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老李家的儿子在夜店上班。啥是夜店？上啥班？就是不正经的地方端茶倒水伺候人呗。你说老李那儿子学历那么高，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，非要不务正业。你们别胡说，我儿子不是不务正业，他只是暂时的。行了，老李，你别解释了，我们都懂。我儿子很优秀，我们都为他骄傲。谁知道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呢？他一时动气，竟然晕了过去。我赶到医院时，听见他和我妈说的话：我祝愿别让儿子知道，他最近本来就不容易，咱们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。爸爸当了一辈子工人，也老实本分了一辈子，却要在本该享福的年纪承受这些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李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薇，吴薇是我的前女友，我们已经分手1年了。她正是在这家医院急诊科工作的护士。今天我正好值班，就顺便照顾一下。毕竟之前叔叔阿姨对我很好。谢谢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是我的分内之事。我们相对无言，气氛尴尬。正巧这时妈妈走了出来。阿姨，我来给叔叔换药。哎呀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都是一家人，快进来。然后尴尬的变成了3个人。医生说爸爸本就有高血压，这次是情绪太激动才会晕倒，以后要避免情绪波动。他明明很虚弱，却还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来安慰我。我没事，明天就出院了。倒是你，赶紧回去忙你的。爸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很愧疚，我想着对赵厚德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却连累了爸妈跟我担心。都是一家人，说的什么话？我只能沉默。走出病房，吴薇叫住了我，她递给我一瓶水，
嫌弃的看了眼我起皮的嘴唇。我接过水，道了谢。你不用太担心，叔叔没什么大事。我知道，谢谢。我们之间又是尴尬的沉默，片刻后又同时开口：“我相信你。”当年我们分手，就是因为我的这份工作。吴伟始终认为赵厚德不可靠，我跟着他干不会有出息的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辞职？我暂时不打算辞职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学历又好，能力又强，为什么非要在这个臭水塘里泡着？就因为赵宏德是你发小？我答应过他，会和他一起把公司做上市。他就是个骗子，他骗你的。事实证明，他说的对。我下定决心，我会让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付出代价。赵厚德的电话再次打来，这已经是他今天打开的第7个电话了。我开启录音后按下了接听。林子，明天你回来一趟。有事儿。很多材料你交接的不清楚，美娟没法接手啊。所有的材料我都放在了交接文档里，不可能存在不清楚的情况。不过我只是平静地说：“好，我明天过去。”第二天，我如约回到了厚德科技，公司里的气氛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所有人都显得焦躁和慌乱，不用说话就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有多崩溃。林子来了，快进来！你看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你走之前做的账全是乱的，好多发票对不上，报表也评不了，这不是给我挖坑吗？王美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不是请教，而是指责。她把她弄错的地方都归咎到了我头上。交接文档我写了47页，每一笔账的来龙去脉，每一个科目的逻辑关系，每一条报税的操作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。那么多谁会看？流程不对可以直接对照文档，报表不平是因为你连借贷方向都分不清。至于发票对不上，发票对不上的原因，想必他们应该最清楚，那是因为他们虚报了许多费用来套现。林子，美娟她还是经验不足。赵总，我交接完了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他们听不听得进去是他们的事。是你说的，他回来能把问题都解决，现在你自己看着办。赵总别生气，要不咱们再想想办法。你有办法你想。李林不是孝顺吗？不如……我为了备考，拉黑了赵厚德的所有联系方式，怎么都没想到他会把主意打到我爸妈身上。他带着果篮来看望我爸，不顾我爸还在病重，也不顾我妈的赶课，只是为了让我爸劝说我再回去给他工作。叔叔您看，林子从我那儿离开后，到现在也没找到工作，正好您再劝劝他。他的性格您也知道，眼高手低的。你不用说了，林子自己决定的事儿，我们也改变不了。你走吧，果篮也拿走，我们不要。阿姨，赵总也是好意，李林在厚德手下好歹有一份稳定工作。您和叔叔年纪也大了，总不能养他一辈子吧？你们走！叔叔您别激动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说，林子要是愿意回来，我赵厚德不计前嫌，工资照发，该给的待遇一分不少。您劝劝他，别犟了。对啊，叔叔阿姨，李林的账做得乱七八糟，工作能力也一般，赵总愿意收留他，是赵总心善。是吗？他985院校专业第一毕业，你说他干得不好？在你这儿干了3年，拿了3年3000块的工资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不好？这3年他省吃俭用，每个月还给我们钱，你说他眼高手低，你说他找不到工作。哎，阿姨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带着这个小妖精来医院，是来看我家老头的，还是来耀武扬威的？你说谁是小妖精？我说你天天跟你姐夫不清不楚，你以为别人瞎吗？要不要我打个电话把你姐叫来，让她也来医院看看？我妈的话让赵厚德和王美娟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我爸我妈已经被气进了医院，却依然选择相信我。王美娟没想到我妈会直接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她顿时像是被踩了尾巴的老鼠一样叫起来。说话要负责任的，你懂不懂？我已经很负责了，你们要是再不滚，我就去找个喇叭在医院门口喊，让大家听听你们那点破事儿。妈！这一刻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顾不上什么隐忍，什么计划，我只想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就在我一拳即将挥到他脸上时，吴威从身后抱住了我。李林，你冷静！
你别忘了你的目的。吴威理智冷静的声音冲散了我的冲动，而赵厚德也认出了吴威，他有些意外，然后便满脸讥讽：“哟，这不是小薇吗？怎么你们两个又搞到一起了？林子，你还真是有本事啊！前脚被公司开了，后脚就把前女友哄回来了。你当初不是挺有骨气的吗？说什么不辞职就分手，现在怎么又巴巴的贴上来了？”我的拳头越攥越紧，吴威紧紧抓住我的手臂，我逐渐冷静下来。保安，他在病房闹事，快把他赶出去，然后报警。保安把吵闹的赵厚德架了上去，他似乎觉得自己遭到了极大的侮辱，还在放狠话：“李林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走着瞧！”看着他被拖走的狼狈身影，我用力握紧拳头。如果不是为了考公，为了不留下案底，我一定会和他拼命。但现在我只能隐忍。赵厚德走了，但我心里的火没有灭。我听着自己的心跳慢慢平复，那一刻我下定决心，这个人我绝不会放过。从这天起，我更加废寝忘食的学习。到了笔试那天，爸妈和吴威坚持要送我去考场。又堵，这破路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这么堵，真烦。你懂什么？这是在考经管办，公司能不能上市都是他们说了算的。赵厚德的公司已经融资3轮，正式进入上市流程。此时正是他意气风发的时候。刚巧，在我进考场的时候，他们路过，王美娟看到了我的身影。厚德，你看那个是不是李林？应该不会吧？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此时我已经进入考场，自然没有接。挂掉电话后，我关了机。赵厚德不死心，又打给了我爸。还好我爸早有准备。叔叔，我是厚德，我找林子有点事儿，他电话打不通啊。林子找了个夜班的工作，白天都在睡觉，你晚上给他打吧。我爸用事先准备好的说辞搪塞过去，赵厚德信了。我就说吧，他那点出息还考经管办呢，肯定是你看错了。他不知道，此时我已经坐在了考场中。这几年的实务经验和这几个月废寝忘食的学习，让我胸有成竹。考试结束的那一刻，我十分确信，笔试我过了。考试结束后，我主动给赵厚德打去电话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我最近新招了2个财务，都是海归，还都是硕士，人家可是有各种专业证书的，都非常优秀，是在好几家公司中选择了来我这儿工作，而且非常配合，知道谁是老板，谁是下属。赵厚德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，我静静听着他炫耀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有点想笑。看来他早就把那点怀疑抛之脑后，这样我也可以少一点麻烦。1个月后，笔试成绩公布，我很轻松，爸妈却非常紧张，就连吴威也特意来到家里。4个人围在电脑前，期待着谜底揭晓。没事儿，这次考不上也没什么，咱们下次再来。你少说那丧气话，分儿还没查呢，怎么就考不上？我这不是未雨绸缪吗？我看你就是咒我们小林。爸妈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拌起嘴来。我朝着吴威无奈的笑笑，然后果断按下了鼠标。在短暂的加载后，成绩跳了出来：行测85，申论81，专业知识90，总分256，岗位排名第1。我以笔试排名第1的成绩进入了面试。这是通过了，过了，还是第1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爸妈无比激动，妈妈更是老泪纵横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他们承受的压力不比我少。恭喜你，我就知道你可以。谢谢。我没有太过激动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战役才刚刚开始。笔试通过后，我果断辞掉了所有兼职，报名了封闭的面试班，一心准备面试。出发前，我爸把我叫到卧室，塞给我一个存折。这些年你给我们打的钱，我们都存在这里。现在你正是用钱的时候，这个你拿着。工作这3年，我十分节俭，省下来的钱都给了爸妈，没想到他们1分都没花，而是为我存着。爸，你们本来这钱想给你存着结婚的，结果，总之我和你妈都相信你，你肯定可以的。我没有拒绝，而是接下了存折。我知道这样才能让他们放心。拎着行李箱离开家时，我妈像是第一次送我出远门那样，给我塞了自己腌的泡菜和晒的香肠。妈，我只去半个月，而且我是去学习的。学习更要吃好，谁知道那地方的饭菜合不合胃口？我哭笑不得，只好认真收好妈妈的心意。封闭培训期间，我断绝了一切外界联系，不接电话，不回消息。
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晚上10点，模拟面试练到嗓子沙哑。赵厚德也没有时间关注我，他的公司已经发布招股书，正处在上市前最紧张的阶段。不过如今他的新闻已经不会影响我，我在一步步稳稳走着自己的路。很快就是面试的日子，看着候选人一个个进去面试，说不紧张是假的。轮到我时，面试官都有些疲惫。他们先是问了几个常规的专业知识，我对答如流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认为作为一名证券监管人员，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？道德和法律底线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越过这条线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亲人朋友涉嫌违法，你能做到大义灭亲吗？能。大义灭亲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大义灭亲。面试结束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全身轻松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剩下的交给命运。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接你。夕阳下，吴薇的身影美丽又温柔。我知道，我始终还爱着她。当晚，我就开始着手调查赵厚德公司，准备的越充分，就越有一击毙命的信心。不得不说，这份招股书做得非常完美，显然是花了大价钱请了投行做的。但这份完美能骗得了大众，骗得了散户，甚至能骗过监管机构，却骗不过我，因为我才是最熟悉这家公司的人。数百页的招股书，我逐字逐句阅读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数据，任何一个描述。最终，我发现了问题，研发费用的资本化率被他篡改过，这就导致了研发费用大幅度降低，利润直接扭亏为盈。他果然还是这么干了。林子，这研发费用怎么这么多？不能确认成无形资产吗？资产化是有规定的，咱们暂时满足不了。不过费用化可以加进扣除，抵税也是好事儿。不行啊，这不盈利啊，我怎么和投资人交代嘛？德哥，咱们是科技公司，前期处于亏损也是正常的，投资人也会理解的。哎呀，你是财务总监，财报的事你想个办法，必须要看起来好看。不只是研发费用，还有虚增收入、毛利水平。曾经他让我作假，又被我拒绝的那些海归高材生都给他做了。这些还不是最致命的，以公司目前的资质，其实还不够强势上市。赵厚德一定会在下一期财报上再做一笔假账，把数据包装得更加完美。那时就是我反击的时刻。不急，赵厚德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后续流程顺利通过后，我进入了你录取名单。爸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我庆祝。今天值得庆祝，咱爷俩喝点。行，那就少喝点。他们喝他们的，咱们吃菜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提醒爸妈。爸妈，录取还有公示，在公示期过了前不要声张。对，要低调。放心，我和你爸嘴都严，这几个月你爸怕说漏嘴，都不去和他那些朋友出去喝酒了。爸妈总是这样，永远为我着想。我的眼睛又有些湿润，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我考公上岸的事还是被赵厚德知道了。新招聘的会计不知怎么刷到了我的公示信息，当即告诉了赵厚德。赵总，您看这个经管办的拟录取名单，这个李林是前任总监吗？赵厚德一把夺过手机，他通过身份证号确认了最不愿看到的结果。赵厚德慌了，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，王美娟更是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他不是还在公示期吗？我们可以举报。举报？没错，他是因为泄露公司机密被开除的。只要我们能拿出证据，他就完了。赵厚德为了让我被淘汰，完全不择手段。他伪造了证据，将谎言编造的有鼻子有眼，然后将举报信发给有关部门。还想上岸经管办？你做梦去吧！收到举报后，调查人员上门找我核实，他们严肃地质问我泄露公司机密一事是否属实。我从容地拿出一个文件夹摆到他们面前。这里是所有聊天记录、通话录音和不涉密的财务信息。我猜您应该收到了关于我泄露公司机密的证据，无论是聊天记录还是邮件往来，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工作账号伪造的。您可以查证发送邮件的 IP 地址以及发送时间，应该用 PS 软件处理过，用专业的手法一查便知。我当然不会做的。赵厚德陷害我，从离职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准备这些证据。你早就知道自己会被举报？是的，
举报仍人因为我不配合，对我怀恨在心。在我离职后，他更是长时间污蔑我，所以我早有准备。以赵厚德和王美娟的智商，他们做不出更复杂也更严谨的局，只有这些经不起追查的可笑手段。我知道，就算我没有提供这些，你也一定会还我公平。你的证据很详细，也很严谨，你很专业。谢谢。送走了调查员，我继续调查厚德公司，直到几天后，我收到了正式的录用通知。得知举报失败后，赵厚德几乎发疯，他拼命压榨新招聘的财务。你们一定要把账做完美，一点差错都不能有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赵总，他们都是海归硕士，比李玲学历高多了，他们做的账，李玲肯定查不出来。赵厚德信了王美娟的话，脸色缓了下来。他天真的觉得学历高的就是厉害的，可他不知道学历和能力是两码事，和逍遥法外更是两码事。上市的时间越发临近了，赵厚德特意请我全家吃饭，名义是庆祝我上岸，实际上心思十分歹毒。来，林子，恭喜你考上公务员，以后咱们打交道的时间更多了。酒过三巡，赵厚德终于忍不住透露这顿饭的目的。林子，你说你从我那儿走，就是为了当个破公务员？公务员的死工资能赚几个钱？你还没买房吧？这么下去，什么时候能买上？我不急，你也不用替我操心。你是不知道现在查的严，别说灰色收入了，就连补贴奖金都通通没了。说是什么人民公仆，还不是服务员？是吗？可不嘛！尤其你这经管办，以后就是给我们这种上市公司当服务员的。你当初要是老老实实跟我干，现在早就年薪100万了。他似乎没想到我无动于衷，又要从吴威身上下手。小薇，你也不说说他，你天天上夜班那么辛苦，林子要是赚大钱，你也能早点回家享福，是不是？没有年薪100万，你会觉得不平衡吗？我不在乎赚多少钱，我只在乎赚的钱干不干净。入职后，我主动申请参与厚德财务的上市项目。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能获取的一切内部材料，账面数据做得非常漂亮，漂亮的不像真的。我意识到，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很难开启对厚德的违规调查。就在这时，我想到了一个人。钱总，是我李林，您方便出来喝个咖啡吗？见到了曾经的投资方钱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钱总早就有揭露赵厚德行径的计划，只是苦于之前他的投资还在里面。赵厚德这个人，我之前真是看走了眼，他的心思都放在歪门邪道上，完全不好好经营公司。不瞒您说，之前我也看错他了。还好最近在我的坚持下，赵厚德已经把我的股份回购回去了。现在这个可以给你了。这是公司从成立至今我拿到过的所有数据，其中很多原始数据已经被他篡改了。我有些意外，没想到这次见面能有如此大的收获。钱总，多谢，这些材料我会好好利用的。合作愉快。赵厚德以为删掉所有记录就可以当不存在，他不知道，只要是发生过的事，必然会留下痕迹。这次见面，我和钱总达成了默契。钱总以内部举报的名义为我提供内部证据，包括虚假合同、资金挪用、伪造收入等，而我则负责揭露造假，保护投资人。我天天加班到半夜，跑税务局调取纳税数据，到银行核对资金账户，走访客户公司核查订单真实性。最忙碌的几天，我索性睡在单位。这天我又是加班到深夜，却接到了吴威的电话，他正在楼下等我。我下了楼，看到吴威正拎着饭盒等在单位楼下。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给你送饭。你都多久没回家了，连个电话也不打，叔叔阿姨都担心死了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我忙起来竟然完全忽略了家里，不禁有些愧疚地低下头。放心吧，他们知道你在忙正事儿，不会怪你的。这不，特意让我给你送饭。我接过饭盒，里面一格一格满满的码着的都是我最爱吃的。吃着热腾腾的夜宵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。我整理了证据，通宵写完了报告。次日一早，我早早等在领导的办公室门口，将写好的报告交给他。这是我对厚德科技财务造假举报一事的调查报告，结论是厚德科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行为。领导认真翻看着报告，最终他做出决定，叫停厚德科技的上市，出质询函，让他们解释。收到质询函的时候，
赵厚德暴跳如雷，他知道背后的人一定是我，是我在故意针对他。这个白眼狼，我给了他3000工资，哪里对不起他，非要跟我过不去。没事没事，只是致询函，想想办法应对过去。你懂什么？不能安心上市，资金链就断了。赵厚德之所以急于上市变现，是因为之前融到的资金已经被他挥霍大半。更致命的是，他签了对赌协议，不上市要赔巨额违约金。继续冲，不管怎么做，付出什么代价也要上市，上市再慢慢掩盖。可是，赵总，你有意见，有意见就滚蛋！赵厚德已经完全疯狂，在他的威压下，众人噤若寒蝉，只能陪着他一起在作假的不归路上狂奔。而他不知道，我一直在等这一刻。收网的时候到了。赵厚德的上市敲钟仪式声势浩大，他请来了半个金融圈的人，想要风风光光的完成这最后一跃。全场都在恭维他，只要上午9点一到，厚德科技就正式挂牌上市了。恭喜赵总成功上市，赵总和厚德科技前途无量。此时他已胜券在握，认为人生高光就在眼前。但就在这时，我带着人赶到了。赵总好久不见，我还没祝贺公司顺利上市呢。这就是被开除的会计，听说后来考上经管办了。这不是我以前的财务总监李林吗？来，大家认识一下。林子，上来，给大家讲讲你当年在我们公司的辉煌岁月。赵厚德以为我是来给他道喜的，他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羞辱我的机会，而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既然你让我讲，那我就讲讲这3年的故事。我握着话筒，平静地讲起了这3年的故事。3年前，我放弃了许多大公司的 offer， 放弃了公务员面试加入你的公司。德哥，我跟你干。你说我们是好兄弟，承诺融资成功后给我股份和分红，就这样我拿了3年3000块的月薪，没有一句怨言。这些年，公司的财务体系是我一手搭建，是我把公司的一团乱账理清楚。但你为了融资，为了上市，不去想着如何经营公司，反而逼迫我做假账。我拒绝你后，你就以此为名将我开除，又造谣攻击我，甚至不惜虚假举报。赵厚德的脸色难看极了，他没想到我会在这种场合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些事抖出来。李林，你胡说什么？保安，快把这个搞事的拖出去！现在我代表经管办宣布，厚德科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，上市流程终止，相关人员接受调查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这是故意报复！你就是因为我开除你怀恨在心，你有什么资格叫停我的上市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把他赶出去！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赵厚德彻底抓狂了，他觉得我就是来搅局的，就是来报复他的，但他似乎没想过我岂会用1整年的努力和他开玩笑。把他给我赶出去！经管办决定暂停厚德科技有限公司上市进程，这是正式文件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你根本就是公报私仇！这是贵公司从对公账户转到你个人账户的300万，至今未还。按照税法视同分红，应缴个人所得税60万。赵总，这笔税你交了吗？这是贵公司虚增收入的合同，合同编号、金额、对方公司，但对方公司负责人告诉我，他们从未签过这份合同。还有更多的证据，你需要吗？你问他，这些都是他经手的，我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他让我做的。他们狗咬狗的样子十分可笑，我以为他们至少还会多撑一会儿的。赵厚德、王美娟，你们涉嫌厚德科技财务造假，请配合调查。李林，你就这么对我？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放我一马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赵总，有什么话还是留着慢慢交代吧。这样一出好戏，我怎么会不邀请赵厚德的妻子看呢？她的丈夫和亲妹妹背着她搞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也该让她知道了。美颜，赵厚德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和你没完！现在该怎么办？李林这次是真的要把我往死里逼啊！事到如今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们明天跟你一起上门去求他，就不信他不松口，肯定会答应放过你的。那我明天换一身衣服去，态度放软一点，好好跟他道歉。赵厚德的父母花了大价钱给他办了取保候审，又带着他登了我家的门。
老姐姐，你行行好，劝劝李林吧，我们家厚德知错了。看在咱们两家认识几十年的份上，让李林放过厚德吧，我们必有重谢。对，没错，我给他一半，不，我可以所有我的股份都是他的，还有我的房车，只要他放我一马。林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现在我老婆和我离婚了，孩子也不认我了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求你放过我，不能坐牢啊！你把那个案子撤了吧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股份全还给你，房子我送你一套，钱你要多少都行。事到如今，他还以为钱是万能的。赵厚德，你竟然还执迷不悟！我告诉你，法律不是买卖。李林，你非要赶尽杀绝？不是我赶尽杀绝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李林，既然你不让我活，我也不让你好过，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。赵厚德花钱买了水军，雇了写手，专门写抹黑我的小作文。一夜之间，关于我的负面文章铺天盖地，舆论发酵了，不明真相的路人被带节奏网暴我。爸妈也刷到了这些，他们表面装出无所谓的样子，实际我看到爸爸缓慢且不熟练的打字，拼命试图澄清，妈妈则背地里偷偷抹眼泪。每当我试图劝慰他们，他们又会装出不以为意的态度让我放心。终于，舆情也传到了领导的耳中，领导特意找我谈话。李林，外面的舆论你也看到了，我代表局里和你谈一谈这个问题。领导，我知道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查赵厚德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个人恩怨，还是为了公平正义？领导，我承认赵厚德对不起我，但查他的案子从头到尾我没有夹带任何私心，他确实犯了法，而且证据确凿。我查他不是因为他是赵厚德，而是因为他犯了法。我们这个社会不能让守法的人吃亏，让违法的人逍遥。如果因为他曾经得罪过我，我就不能查他，那还不知有多少坏人会以此借口逃脱制裁。好，我信你，局里会给你一个公正的结论。面对局里的内审小组，我也早有准备。这是赵宏德指使我做假账的电话录音，这是我离职时完整的交接文档，这是赵宏德在朋友圈造谣我的截图。我把所有证据整理好，上交单位。从赵厚德第一次让我造假开始，我就有意进行留痕。果然，这些东西再次派上了用场。单位内部经过严格审查，一致认定了我的清白，并发布了公告。经管办现就厚德科技有限公司相关情况发布公告。经调查，赵厚德举报李林同志的内容不实，李林同志依规办案，程序合法。厚德科技财务造假一案将继续依法查办，不受舆论干扰。官方公告一出，舆论瞬间反转，曾经骂我的那些人开始转头骂起了赵厚德。而今，我已经作为调查组一员，正式进驻厚德科技。这一次是全面彻底的清查。我带着调查组进驻厚德公司，封存账本，冻结账户，固定电子数据，每一步都合法合规，铁证如山。王美娟坐在角落的椅子上，双手发抖，脸色惨白。我全都说是赵厚德让我这么做的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只是听他的。初中学历的他对财务一窍不通，直到如今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坐牢，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他全盘供出了在赵厚德指使下造假的全过程。快点，车在楼下等着，我们先去东南亚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赵厚德知道大势已去，他决定带着王美娟卷款偷渡出境。赵宏德、王美娟，你被限制出境了，请跟我们走。我太了解自己这个发小，知道他一定钻空子跑路。正规出境已经被限制，这里是唯一的偷渡路线。李林，你放过我吧，我求你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庭审当日，我特意请了假来旁听。经审理查明，被告人赵厚德犯欺诈发行股票罪、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、挪用资金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没收全部个人财产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。被告人王美娟犯欺诈发行股票罪、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赵厚德被判了重刑，当庭认罪，痛哭忏悔。那些海归会计们也因参与造假而有牢狱之灾，被追究了法律责任，职业生涯彻底断送。看着赵厚德锒铛入狱，比起开心，我更多的是释然和唏嘘。曾经我们也是亲密无间的好友，只是因为他的一己贪欲，才会走到今天这步。厚德科技的案子了结后，我得到了公开表彰。李林同志坚守底线，秉公执法，专业过硬，经局组织研究决定，授予李林同志新人标兵称号。转眼间，
6年过去了，期间我办了几个大案子，如今被调任到首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已经成了家，有了爱人和孩子。爸爸要去首都工作了，你跟妈妈一起搬过去好不好？好。单位分了房子，我将爸妈也一同接过去。我们一家5口要在新的城市开启新的生活。老李，你这一搬走，真就不再回来了？你家林子真是有出息了，都能去首都工作了。就是，我们还指望跟着你们沾沾光呢。哪里，就是把老房子卖了，肯定还会回来看看的。在村民们羡慕的目光里，有人提起了赵厚德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老赵家那孩子出狱了。听说了，但听说人已经疯了，不太正常。判决后，赵厚德接受不了如此大的打击，精神失常。离开村子时，我再次见到了赵厚德，曾经的上市公司老板，如今在村子里捡垃圾度日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从3000月薪到经管办，从被扫地出门到送他入狱，这条路我走了4年。我没有报复谁，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该做的事，坚守底线，相信法律，然后一步一步踏实地向前走。